你觉得在家打扫、煮饭、照顾小孩的家庭主妇应该要领薪水吗？如果要，那又该领多少呢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主妇薪水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。在过去的社会里面，男主外女主内是最常见的分工方式。爸爸负责出门工作赚钱，妈妈负责在家照顾家务还有小孩，顶多每个月再拿一点家用。可是近年来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去质疑这种分工模式的合理性。像前阵子闹得轰轰烈烈的王力宏事件，李静蕾当时就提到说，现在女性的工作能力是不比男人差的，不是没有选择才当家庭主妇的。所以一个家庭主妇除了拿到应该照顾家务的薪水之外，应该还要去补偿他们不出去工作的机会成本，这样的待遇才算合理。而这个说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哦。不过反过来也有不少人质疑说，家庭主妇在家时间自由，工作又没有多难，有家用就不错了，凭什么额外拿薪水？这两种不同的说法，哪边比较合理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。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，按照惯例，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常常睡不好吗？生活压力大，睡眠品质也跟着变差。想要充饱电的你，缺的或许就是一张适合自己的床垫。今天要介绍的是美梦云，一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睡觉的品牌，强烈主张睡眠是基本人权。他们推出新一代记忆棉床垫，舒适服帖，支撑又透气，多层复合式的记忆棉结构更能够贴合每个人的身形，正躺、侧躺都能够好好放松，起床后也不再腰酸背痛。重点是美梦云还提供安心试睡120天，让你不用再把自己的睡眠品质堵在不到5分钟的试躺。你有120天的时间可以跟新床垫培养默契，如果不满意还能够全额退费。最近在考虑新床垫的朋友们，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，亲身体验美梦云有多好睡吧。家庭主妇指的是全职照顾家庭、不外出工作的妇女。那当然也会有男性的家庭主妇。不过，依据109年的资料来看，目前女性在结婚或是同居的过后，离开职场当家庭主妇的比例还是大于男性的。那家庭主妇的劳务内容可以分为家事跟照护两大部分。家事就包含了日常采买、煮饭做菜、打扫清洁、洗晒衣物等等，而另外还要担任家中的执行长、保全、司机等等的工作。而照护的部分呢，就包含了照顾小孩、长辈，给予家庭的成员心理支持，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是24小时待命，全年无休。那这些工作到底有多少产值呢？在2017年的时候，现任的卫福部正卫次长李丽芬呢，就根据这些家庭的劳务工作对应到同一个工作的平均薪资，换算出了台湾版月薪娇妻应得的薪资，最后的结果是超过45000元。而且这个算法是假设主妇们每天准时上下班，周休2日，而就现实来说，多数的家庭主妇并没有上下班时间。而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，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蛮两极的回应。有的人就吐槽说，这个薪水也算太低了吧，最好是只要出个45000就可以找到一个人来做完妈妈的工作。但也有不少人批评说，这个算法太夸张，做家务那么简单的事情，怎么可能值4万多？觉得主妇不应该领薪水的人认为做家务又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，谁来做都可以啊。而且一般家庭主妇做的家务也不会像外面专业人士做的那么高品质，那就算主妇做不好，也不可能要求他走人。所以他们认为不应该拿主妇的工作去跟外面专业的薪水相比，只要有给家用啊、包吃包住，那就已经很足够了，不需要再另外支薪。那相反的，支持主妇支薪的人就认为说，家务劳动虽然乍看谁做都可以，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。因为家务的重复性感很高，成就感低，就算做得再好，也不像外面工作有升迁加薪的机会。这样子日复一日洗衣折衣啊、煮饭洗碗，其实是相当耗费精神跟体力的。更不要提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劳保、退休金，还要牺牲自我实践的机会。而且前面提到的只是家务层面的工作，家庭主妇还要负担更困难的照护任务，像是小孩跟同学吵架应该要怎么样去开导他，听到家人诉苦应该要怎么安慰等等，这些每天在脑袋当中运转的工作，不但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，成果还很容易被视为是理所当然。因此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人在家支撑着这个家庭的运作，提供心理支持，外出工作人才没有后顾之忧，能够专心的赚钱，追求自我实践。以这样的服务来说，要求支薪并不过分。
第二类比较常见的争议点是认为说，就算家务有价值，让主妇知心，还是会破坏家庭关系。他们认为家庭劳动跟母爱的价值不可以用钱来衡量，因为家庭是共有的，每个人都应该要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为家庭牺牲奉献。如果有一方要领薪水才做家务，彼此难免会出现一种上对下的关系，像是家务没有做好，难道发薪水的人可以去考核打分，要求提出改进计划吗？而领薪水的人呢，可能也担心说自己钱都拿了，会不会更容易被挑剔，造成更加沉重的负担。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样子一来呢，家庭反而更容易出现摩擦，对家庭的生活并没有帮助。那反过来，另外一边的人就认为说，正是因为要让家庭关系更平等，才应该要执行。像是在月薪娇妻里面呢，就有提到说，如果只是因为有爱就对彼此予取予求，那根本就是对爱的剥削。那虽然感情没有办法用钱衡量，但是钱却是对情感最实际的回报。而另外就现实来看，目前大部分主妇其实也没有知心，但他们还是一样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，因为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，他们连日常的休闲娱乐可能也需要建立在别人的恩惠上，连想要买一件衣服给自己都需要经过别人的同意。更重要的是，长时间的无偿劳动让他们没有办法累积自己的资产，只能够更加依赖工作的人，万一婚姻遇到什么样的不愉快，想要结束关系也变得非常的困难。上面这种种的支持和反对的论点好像有很大的差异哦。那如果我们回到负责仲裁这方面争议的法律规定去看呢？目前民法针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其实是给予肯定的，像是在1985年民法增订的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就有提到说，在没有另外约定的情况之下，夫妻离婚或者死亡的时候，双方剩余财产的差额应该要平均分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今天 A 跟 B 两个人要离婚， A 的婚后财产扣除掉负债之后有100万，而 B 的财产只有10万，那两个人的财产差额就是90万，所以 B 可以向 A 请求45万。这样看起来民法也认为说，就算一方没有在工作赚钱，但他对于家庭劳务的贡献也是有价值的。不过这个规定呢，是仅限于离婚或是配偶过世的人，对于在婚姻状态当中的人呢，并没有帮助。因此，在2002年，民法在法定财产制的条文之下，又新增了一个关于自由处分金的制度。这个规定是夫妻在家庭生活费之外呢，还可以协议出一笔钱，让另外一半自由的运用。概念上呢，就有点接近我们今天讲的主妇知心了。不过这个条文并没有强制性，必须要双方自己有协议跟共识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一方不同意，另外一方就不能够要。但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跟社会舆论来看，大家似乎都认同说家庭劳务是有价值的，只不过争议的地方在于说，这个价值应该要怎么样计算，要给多少才算是合理。要计算出家务劳动的价值有多少，除了要看家务的内容、工作的时间、牺牲的机会成本之外，实际上还要考虑到另外一半的薪资来评估。像我们前面提到，如果把家务劳动用正常工时来算的话，大家可以换算出超过4万5的薪水。不过就现实层面来说，很多人应该都会觉得拜托，一般人哪发得出4万5的薪水啦？像是根据110年的主计处的统计，台湾平均的薪资是5万5，那扣掉家用跟主妇的薪资，根本就没剩下多少。因此，依照社会上面的薪水行情来执行给主妇，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实际的。而且每个主妇的家务内容、经济状况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很难找到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可以合理计算主妇薪资的公式。而最后还是要回到双方的共识去谈。但因为这样子，有些人就想到说，要找到一个共识这么困难，干脆双方都去工作不就好了吗？不管有没有给主妇薪水，如果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结构没有改变，其实还是会让女性比较难进入社会，而男性也比较难走入家庭。所以有人就提出，最好的解法就是2个人都出去工作。理想上来说，双薪家庭能够让双方都经济独立，家务也可以平均分工，看起来确实很完美。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要真的做到这样子，其实非常的困难。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社会的工作时间普遍比较长，双方都工作的话，基本上很难只靠自己包办所有的家庭杂事。再加上台湾育儿环境比较不友善，要付钱送托婴啊、请打扫、餐餐外食，即便呢是这个双薪的家庭也有不少人觉得难以负担。所以在权衡之下，不少人都会选择让其中一方换到薪水比较少，可是工时相对弹性的工作，或是干脆辞职全职育儿，等孩子长大之后再回到职场。而这样绕了一大圈，原来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。而另外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，有调查显示说，即使呢是在双薪家庭，女性负责的这个家务还是
一样不会减少。调查显示就算双方都有正式工作，男性每天做家事的时间是 0.9 小时，女性每天做家事的时间是 1.7 小时，女性比男性多了快1倍。而另外一个家庭动态资料库的研究更指出说，无论妻子有没有工作，丈夫做家事的时间其实都差不多。这等于是说，台湾的家务分工还是有很明显的性别差异，所以就算是双薪家庭，女性负责的家务还是一样多，而职业妇女反而变成了工作家庭两头烧，比原来的状况更加的辛苦。在进入观点以前，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志毅77的所有会员，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，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制作这样重要的议题。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，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。好的，那话说回来家庭劳动的议题其实牵涉到传统性别期待、社会的育儿环境、劳动工时，还有同工不同酬等等的议题。而今天的讨论没有办法全部的议题都涵盖到，只是希望能跟大家一起思考说，要怎么去协调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家庭分工模式。我们觉得在进行家庭的经营的时候，可能呢可以把彼此当成是合伙人，一起努力工作，照顾家庭，也一起享用成果。而这个成果也不一定是要主妇执行，或是一定要薪水55对分才算是公平。最后还是要回到个人的意愿、家庭的经济状况、付出和回报的比例来判断。而且除了金钱上面的回报，精神上面的尊重跟珍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像是工作的人需要看见家务劳动的这个价值，给予鼓励；而相反的，照顾家务的人可能需要体谅在外工作的经济压力。透过好好的沟通，让彼此在金钱跟精神上都可以达到共享平衡的状态。那我们认为，这或许是一个让彼此都能够舒适生活的最好方法吧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最后呢，想问大家，你会不会想要当家庭主妇或者是主夫呢？会为家人准备3餐，陪孩子成长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。必不会，我觉得经济独立很重要，花钱不必看人家的脸色，所以要看经济状况。如果另外一半的薪资不足以支持家庭运作，也只能去工作了。第一，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家庭主妇的产值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，让后悔当妈妈以及熟年离婚的讨论。那么今天的志毅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